亲爱的朋友，您有没有想过，洗澡这件每天都在做的事，竟然有可能暗藏风险？在我们印象里，洗澡是放松、清洁、提神的一件小事，特别是年纪大了，很多长辈更注重卫生，有些人一天还洗2次，觉得舒服、清爽。但最近却频频传出新闻，有老人家洗澡时突然晕倒，甚至倒下之后就再也没醒过来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？可惜的是，这些意外往往来得很突然，也常常被误解为年纪大、体力差或者心脏不好，就这样被忽略了真正的原因。其实，洗澡本身并不可怕，真正危险的是时间点选错了。有研究发现，老人洗澡时发生意外，多数集中在某几个时段，而这背后跟我们身体的血压变化、心脏负担、血液循环都有关系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说清楚，哪几个时间段最容易出事，哪些习惯是洗澡时千万不能做的，又该如何洗得安全、安心、无后顾之忧。先别急着关视频，尤其是家中有长辈的朋友，这集内容你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因为我们还会教你如何守住引领洗澡安全守则，用最简单的方式帮家人避开浴室里的隐形危机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位75岁老人突然倒下的真实案例开始讲起，一起看看这起悲剧是怎么发生的。75岁的周伯伯平时身体不错，走路稳，吃得香，每天都有午睡和散步的习惯，家人都觉得他挺健康。那天早上他吃过早餐，休息了一会就去浴室洗澡，结果没过多久，家人听到咚的一声，冲进去一看，发现他已经倒在地上，脸色发白，没有了意识。救护车赶来后，医护人员判断是洗澡时突发心源性晕厥，简单说就是洗澡过程中心脏一时受不了了。而更令人痛心的是，这并不是个案。据统计，60岁以上的老人在洗澡时发生意外的比例比其他时间高出3倍以上，而且大多数并不是滑倒或摔伤，而是因为血压剧烈波动、血管收缩，导致大脑暂时缺氧或心律失常。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洗个澡会出这么大的事？关键在于，我们的身体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合洗澡，特别是老年人，尤其是以下几个时间点，一旦选错，风险会大大上升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一大高危时间段，清晨刚起床后。很多长辈早上醒来后有个习惯，刷牙洗脸顺便洗个澡，觉得一天会更有精神、更清爽。听起来很合理，对吧？但对于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说，这个时间点其实是洗澡最危险的时候之一。为什么？我们的身体在睡了一整晚之后，血液循环处于相对缓慢的状态，清晨刚起床，血压还没有完全恢复到白天的活动水平。如果这个时候立刻洗澡，尤其是热水澡，很容易让血管突然扩张，导致大脑供血不足。有的长者会觉得头晕一下，眼前发黑，心跳突然变快，这些都是警讯。但更可怕的是，有些症状来不及感知，直接导致跌倒、昏厥，甚至猝死。医生建议，起床后至少等30分钟，让身体慢慢醒过来，活动一下，喝点温水，让血压回稳再去洗澡。更安全的做法是选择在上午10点以后或者下午时段洗澡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高风险时间段，饭后马上洗澡。这个看起来无害的习惯，其实也隐藏着不少风险。很多人吃完午饭或晚饭之后，觉得热热的、困困的，想去洗个澡，舒舒服服的放松一下，特别是夏天更是常见。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饭后立刻洗澡其实也是一个隐形危险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吃完饭后，身体的大量血液会集中到肠胃，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。这时候如果你马上去洗澡，特别是热水澡，皮肤表面受热，血管扩张，身体会被迫把部分血液调回皮肤表面来散热，结果会发生什么？肠胃供血减少，
容易引起消化不良、腹胀甚至腹痛。而更严重的是，心脑供血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。对于本身就有高血压、冠心病、脑供血不足等慢性病的长者来说，这种血液调度冲突可能造成短暂性晕厥、心律不齐，甚至诱发中风或心肌梗塞。医生提醒，饭后建议至少间隔1小时再洗澡，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初步消化。饭后可以坐着休息、散个步，但绝对不要马上冲进浴室。如果您习惯晚上饭后就洗澡，最好选择饭前或睡前与饭后隔开至少1小时。别小看这1小时，可能就能避开一次潜在的危险。讲到这，您可能会想，那晚上洗澡是不是就比较安全？其实不然，晚上临睡前洗澡，虽然看起来最舒服、最安静，却反而是意外的高发时段。许多长辈都有一个习惯，晚上准备睡觉前去洗个热水澡，觉得能帮助放松，睡得更香。确实，热水澡能让人放松身体，但问题出在时间点上。睡前洗澡，如果操作不当，反而可能越洗越精神，还让血压波动。为什么？首先，我们的身体有个天然的昼夜节律，正常情况下，晚上身体温度会自然下降，这是大脑发出的信号，准备休息了。但如果你在临睡前洗一个热水澡，尤其是水温超过40度，会让体温快速升高，反而打乱身体原本要进入睡眠的信号机制。你会发现，原本眼皮都快合上了，洗完澡却精神起来，甚至翻来覆去难以入睡。第二个风险是对血压的影响。高温热水会使血管扩张，特别是四肢末端血管迅速放松，血液集中到皮肤。这时候如果起身太快或洗太久，容易造成暂时性低血压，出现头晕、心悸甚至跌倒风险。而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，血压突然下降或波动大也是潜在危险。如果家中长者本身睡眠不佳，情绪波动或有心脑血管问题，睡前热水澡就要特别小心。医生建议，如果想利用洗澡帮助放松，时间点可以提早一点，最好在睡前1到1.5小时，水温控制在38到40度之间，洗澡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洗完后给身体一点时间慢慢降温，有助于顺利入眠。讲到这里，您可能会问，除了时间和水温，还有什么细节容易被忽略？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却常常被忽视的环节，那就是洗澡前后没有及时补水，它也可能成为隐藏的导火线。不少长辈都有这个习惯，洗澡前不喝水，洗完后也忘了补水，觉得又不是运动，干嘛喝水？但其实洗澡过程中身体会流失不少水分，尤其是热水澡还会加快出汗，加速血液循环。如果没有及时补充，很容易造成轻度脱水或血液粘稠，出现头晕、乏力甚至跌倒的风险。特别是在天气炎热或通风不良的浴室，水蒸气和温度叠加，会让身体不知不觉出很多汗。而我们年纪大了以后，感知口渴的能力也下降，经常是脱水了却没感觉。脱水有什么危害？首先是血压会波动，有些人洗完澡后站起来突然头晕，那就是脱水加血管扩张引发的低血压。其次，血液粘稠，循环变慢，会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，尤其对有3高病史的长者更要注意。那什么时候喝水才合适？医生建议，在洗澡前半小时可以喝半杯温水，大约100到150毫升，帮助身体维持血容量。洗完澡后也不要忘了补充1小杯温水，有助于体温调节与血压恢复平衡。提醒大家，不要等到口干才想起喝水，尤其是洗澡前后这2个关键时间点，一定要把补水当成日常习惯。而接下来，我们要提醒大家最容易忽略，但其实最危险的一个洗澡时间点，清晨刚醒的时候。这段时间为什么最容易发生悲剧？您一定要听下去。有些长者喜欢一早起床就冲个澡，觉得这样可以提神醒脑，一天精神满满。但医生提醒，刚起床时洗澡，尤其是热水澡，其实是最危险的时段之一。
我们来听听一个真实案例：75岁的李伯伯身体一直不错，习惯每天一早6点起床后立刻洗个热水澡。某天早上，家人发现他昏倒在浴室，送医时已错过黄金抢救时间。医院判断是因为清晨血压还没稳定，加上热水刺激，导致血压急剧下降，引发休克。这并非个案。根据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，清晨刚起床后的1小时是中风与心肌梗塞的高发时段，因为睡醒后身体还处于低运转状态，血压、心率都还没回稳。起床时血液相对浓稠，突然站立或受热刺激，容易造成大脑供血不足。热水洗澡加速血管扩张，让本已波动的血压更难控制。年纪大的朋友，自主神经调节力变差，身体无法及时应变这些变化。所以清晨洗澡，尤其是热水澡，就像在身体还没准备好时突然踩油门，很容易出事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建议大家起床后至少等30到60分钟再洗澡。这段时间可以先喝一杯温水，做简单伸展，活动身体，吃点早餐，让血糖和循环都慢慢恢复。等身体开机后再去洗澡，会安全许多。特别提醒，如果您是高血压、糖尿病、曾中风的长者，更应该避免一早洗澡。安全无价，早一点晚一点洗，其实差不多，但保住健康最重要。那如果真的习惯在早上洗澡，应该注意些什么？讲了这么多，大家可能会问，那到底怎样洗澡才安全？是不是年纪大了就不该自己洗澡了？其实不是的，洗澡当然可以继续洗，关键是洗对时间，做好准备，注意环境。以下5个洗澡安全守则，长者和家属都应该牢牢记住。第一，选对洗澡时间，避开风险时段。清晨刚起床，刚吃饱饭，情绪激动，喝完酒，运动完马上洗澡，都是高风险时段。最推荐的时间是饭后1到2小时，身体稳定时。如果喜欢早上洗，可以先起床活动30分钟后再洗。第二，先暖身，再洗澡。洗澡前先在房间活动一下身体，让体温和血液循环上来，不要一醒来就冲进浴室。尤其是冬天，更要先暖身，先暖房，再洗澡，避免冷热刺激过大。第三，调整水温，不宜太热。有些人喜欢热水澡，但水温太高会导致血管扩张，血压骤降。建议水温控制在37到40度，感觉温暖但不烫手为宜。尤其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，一定不要超过40度。第四，洗澡时间不宜过久，时间越长，体力消耗越多，容易头晕虚脱。建议洗澡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，洗完马上擦干身体，穿衣保暖。第五，环境安全最重要，浴室务必要装防滑垫、扶手，良好照明与通风。水槽旁放个小椅子，有需要时可以坐着洗，避免跌倒是关键。有家人陪同最好。若独自洗澡，请携带紧急呼叫器或手机，以防万一。只要掌握这5点，洗澡这件事对长者来说就不再是危险，而是享受放松的好时光。最后，我们也该来做一个温馨提醒与小结，帮助大家把今天学到的牢牢记在心里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聊了一个看起来平凡却藏着风险的话题——洗澡。我们从真实案例出发，了解了为何洗澡会成为老年人意外的高发点，尤其在清晨、饭后、运动后情绪波动时洗澡，都可能引发心脏骤停、中风、跌倒等严重问题。我们还讲到了身体老化带来的生理变化，血压调节能力下降，心肺功能减弱，神经反应变慢，跌倒风险增加。这些都让洗澡这件事变得需要格外小心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洗澡不是不能洗，而是要洗得对，洗得安全。记住我们最后的长者洗澡安全守则5大重点：选对时间，避开清晨、饭后、运动后等高风险时段；洗前暖身，先活动身体，避免冷热刺激；
控制水温，37到40度最合适，别烫。控制时间不超过15分钟，避免虚脱。重视环境安全，防滑、防跌倒，最好有家人陪同。这一集的重点，简单说就是：年纪越大，洗澡越要讲究方法。不要因为听说谁洗澡昏倒、猝死就不敢洗澡，也不要因为身体还可以就忽视风险。用科学的方式，把平凡的日常过得安心又健康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养生。如果你身边有年长的亲人，也请务必把这段内容转发给他们，一个贴心的提醒，也许就能避免一次不该发生的意外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实用内容，请给我们一个赞，订阅频道。我们每周都会带来适合中老年人简洁实用、安心养生的主题，让我们一起越活越稳，越老越自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